吉时到，拜天地，有请新娘，一拜天地。我要悔婚，不嫁了。别闹，赶紧行礼。五皇子，你和妃子熙被臣女捉奸在床，还指望臣女忍气吞声嫁进五皇子府？做梦吧！说清楚，本皇子什么时候和妃子熙有染了？妃子笑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本皇子对你不客气。他举起手，扬了扬手中的信件。五郎，过几日就是你和姐姐成亲的日子了。虽你已允诺我王妃之位，可西西还是极度的发狂，恨穿上凤冠霞帔嫁给五郎的人不是西西，能不能答应西西洞房花烛夜别碰妃子笑行吗？因为西西会嫉妒，会发狂。西西在悦来客栈等你好不好？咱们不见不散。爱你的西西。妃子笑，你闭嘴！妃子笑，你为了悔婚，竟然不择手段地伪造这封信件。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！你毁我清白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笑笑，大婚当日休得胡闹，还不赶紧乖乖地和五皇子完婚？今天你是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赶紧给五皇子道歉。爹爹，妹妹和五皇子一片真心，我怎么好意思横刀夺爱呢？西西本来就是庶出，如果能嫁给五皇子，不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吗？他们你情我愿，情投意合，不是更好吗？姐姐，你污蔑我和五皇子就算了，怎么能这般曲解爹爹的一番好意呢？爹爹是为了姐姐好，姐姐还是赶紧拜天地完婚吧。妃子笑继承了原主所有的记忆，自然知道妃子熙是一朵让人恶心的白莲花。好妹妹，姐姐手里还有很多你跟五皇子的来往信件，姐姐不妨拿出来，让在座的宾客确定一下，这是不是妹妹和五皇子的笔记？妹妹，你说好吗？你大胆！妃子笑，竟然敢污蔑本皇子，有损皇家颜面，该当何罪？看在你是非丞相之女的份上，只要磕头道歉，本宫就既往不咎。但是你得保证，婚后必须恪守妇道，深居简出，好好的相夫教子。这哪来的自以为是的傻子？闹到这种地步了，他还会嫁过去？想什么呢？道歉更是不可能的。查。是九王爷。半炷香后，男人得到了真相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传本王口谕，今日之事不得再议论，违者杀无赦。是王爷。九王爷甩袖气愤地离开后，侍卫来到了妃子笑的身边。妃小姐，九王爷传你去偏殿。九王爷，司徒涵，那个男人就是传说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位高权重的当今九王爷。帅，这古代竟然有这般帅气逼人的帅哥。如果是在21世纪，九王爷这长相在小鲜肉横行的演艺界同样帅得让人合不拢腿啊，是那种让人心甘情愿掏钱吃他盐的大帅哥。等等，有问题。九王爷的眼眸有一丝异样的一团黄色，这是中毒，毒气侵染五脏六腑的状态，肝脏受损最为严重啊！中毒了！当今权势滔天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王爷，竟然被人长期投毒。按照他的面色来看，不出1个月，他必定暴病身亡。等等，那毒素有问题，这毒素中还掺杂着阴气。按照中毒的程度来看，司徒涵应该活不过20岁弱冠才对。可据原主的记忆，当今九王爷已经20多岁了，早已经过了中毒身亡的极限时间。难道司徒涵的毒已经解了？不对，没有解，只是被压制了。这毒他能解。在侍卫的提醒下，臣女参见九王爷。九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房间一片寂静，司徒涵迟迟没让他平身。九王爷，您眼珠呈淡黄色，皮肤白里透黑，您中毒了。您是不是夜夜毒发，被毒素缠得根本睡不着觉？臣女能解王爷的毒，想和王爷做个交换，可以吗？妃小姐，休得放肆！你可知九王爷中了剧毒，
寻遍天下名医，无人能医治。上一个自命不凡的名医早已尸骨无存了。即使你是丞相之女，敢大言不惭，一样杀无赦。九王爷，臣女可以拿性命担保，一定能解王爷的剧毒。王爷中了10大剧毒中的4种剧毒，断肠草、雷公藤、钩吻、鸩酒，4种剧毒合成的一种新型剧毒。你也知这4种剧毒，却依旧没法彻底解毒，对吗？对上那一双如同夜莺一样清寒犀利的眼神，让他有一种想逃的冲动。他当众退婚，如果皇家真的要追究，轻则重罚，重则被灭满门。九王爷，试一试对您没有影响，还有可能真的解毒成功。臣女的死活对您来说无所谓，但是您贵为当今九王爷，就不想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吗？让臣女试一试可以吗？他慢条斯理地端起了案板上的茶盏，简简淡淡地喝了一口。妃小姐，有损皇家颜面是大罪，本王这毒素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，你窥视皇族秘密，还妄想活下去。九王爷，您这侍卫也是中了剧毒，是雷公藤对吗？毒发时四肢抽搐，鼻出血，吐血水，全身冰冷及疼痛，唇甲发干。因为没有彻底解毒，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依旧会毒发，对吗？九王爷，3天之内臣女为这侍卫解毒，您帮臣女一次，可以吗？这妃丞相为了稳住朝中地位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如此，那就玩一玩，让妃丞相死了这门心思才好。玉峰看了一眼九王爷，随即一言不发地朝着妃子笑走了过去，蹲下身子，伸出手让他把脉。王爷，这毒虽然厉害，但是不难解，不用等3天，今晚臣女就有办法给他解毒。玉峰，带妃小姐回九王府。是，王爷。王爷，东西准备妥当，是否请妃小姐开始解毒呢？陆太医到了吗？回王爷，陆太医已经在偏殿等候多时了，稍微有不妥的地方就会叫停。有陆太医在，玉峰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司徒涵放下手里的书本，从位置上起身，缓缓踱步出了书房。派重兵包围丞相府，只进不出。玉峰要是有3长2短，马上拿人。是，王爷。司徒涵做事向来有勇有谋，两手准备，赌一赌可以，但是妃子笑只有1次机会，他只能赢，不能输。正殿，妃子笑拿到所需要的东西后，开始把所有的金针消毒一遍。又是一个江湖骗子，大夫、御医、针灸时用的器具全是银针，因为银不生锈、不腐蚀，韧性很好，又有杀菌功能，比较不易感染。妃小姐第一步就错了，这妃丞相为了巴结，寻求九王爷的庇护，真是费尽心思，以为这样就能成功吸引王爷的注意，成为九王妃。错了，九王爷不近女色是人尽皆知，即使丞相之女美若天仙，倾国倾城，一样难逃被丢出王府的命运。拿下，明日斩首示众。是，王爷。几个侍卫冲进来，想要钳制住妃子笑，把他带下去。可就在这时，妃子笑金针飞转，几针下去，那几个侍卫不动了，躺在地上，身子不停地抽搐。王爷不信臣女，这下应该相信臣女会医术了吧？话音落下，金针又扎了那几个侍卫的另一处穴道，抽搐停止了，身体痊愈如初。妃子笑露着一手，让正殿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他真会医术，以前怎么没有听说丞相嫡出的女儿会医术呢？丞相夫人家世代从医，这是整个圣王朝都知道的事。可当年丞相夫人欧阳菲菲在生孩子的时候难产死了，妃子笑不可能继承她娘亲的医术啊，这说不过去啊！九王爷，臣女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解毒了？司徒涵的目光更加的阴冷了，四目相对，妃子笑的眼神里没有任何的情绪，眼角眉梢中带着十足的自信，却同样不缺令人愤怒的挑衅。九王爷，
敢吗？敢赌一把吗？可以。司徒寒的话音落下，王府的下人就搬了一个大大的浴桶进正殿，随后一桶一桶的药汤灌满了整个浴桶，这是按照妃子笑给管家的药方配制而成的药汤。药味清香，古书手札上有记载，几十味药综合配制，成药时带着清香最佳，药的功效能被发挥到极致，闻者心旷神怡，堪比8级丹药师。不可能，妃子笑不可能做到这般极致。简简单单的一锅中药，怎么可能和8级丹药师相提并论？细数圣王朝，至今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6级丹药师，别说是8级丹药师了，那更加少之又少。错觉，一定是错觉。妃子笑绝对没有这般超绝的医术，华佗在世都做不到的事情，一个黄毛丫头不可能做得到。妃子笑可不是黄毛丫头，而是21世纪国药实验室中最牛逼的教授。妃子笑走到了浴桶边，试了试水温，可以把毒蛇放进去了。只见管家拿着一个竹篮走了进来，妃子笑接过那篮子之后，直接打开了，把里面盘缠环绕的毒蛇倒进了浴桶里。遇到水，蛇群散开了，欢快地在水里游着，在浴桶里荡漾起了涟漪，哗啦啦的作响。脱了衣服，进去泡着。什么？进浴桶里泡着？那些蛇又不是无害，而是几十条毒蛇呀，品种如此繁多，无布蛇、竹叶青，每一条的毒蛇单拎出来，被咬到一口，就能让人瞬间致命，更别说是所有的毒蛇都在浴桶之中。房间里只有九王爷神色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下去。王爷，能不能不下去啊？还是算了吧，属下还是忍受毒发之苦得了。这么多毒蛇虎视眈眈地看着他，就好像在挑衅一样。下来呀，下来咱们一起玩耍呀！快点下来，有本事就下水来。不要啊！不要，打死都不要！玉峰硬是被这些毒蛇吓得沙雕性格暴露了出来，九王爷依旧没有放过他的意思，跪下求饶也没用。玉宇，是王爷。屋顶的房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，先闻其声，后见其人。他提起玉峰的衣服，就把他往浴桶里丢。不要！玉，你个龟孙儿，把爷丢了喂毒蛇！爷要是死了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玉，你可以等着，一直不死，等爷出来一定要和你大战300回合，干死你这个孙子！不要，我害怕。王爷，属下要是死了，记得来年春天12日给属下烧香上供啊！这就是九王爷的贴身侍卫，太吵了。实在是嫌弃玉峰太吵了，他一根金针就刺进了玉峰的哑穴。玉峰一脸惊恐，嘴巴一张一合，硬是没发出一点声音来。他修为极高，运转灵力，就准备从浴桶飞身而出。他才刚刚有那个意图，妃子笑的金针比他还快，又是一针下去，玉峰不能动了。那金针的威力堪比超级强者释放的威压。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把他衣服给脱了，速度快点。好。主位上的九王爷眉头突然蹙了起来，一张手帕突然盖在了妃子笑的头顶，遮住了他的眼睛。妃小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有什么？他拿下头上的手帕。九王爷，臣女是郎中，眼底只有病人，没有男女之分。众人来不及细想，就发生了意外。玉峰突然就晕了过去。晕过去了？玉峰毒发了！快把他从浴桶里捞出来，这会出人命的！快点儿！要是这些剧毒进入玉峰的皮肤，他就只能等死了。你断言他会死，要是他没死，反而解毒成功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妖女，休得胡说八道！你这是解毒治病吗？你这是在玩游戏，就为了勾引九王爷。非丞相真是好计谋，好谋略，简直其心可诛。扑通一声，陆太医在九王爷的面前跪了下来。九王爷，使不得，这使不得呀！
任由这妖女胡闹下去，玉峰肯定会丧命。微臣以性命担保，这妖女不是在解毒，而是在玩花样。这每一条蛇都是剧毒，真要是中毒了，神仙也救不活玉峰啊！恳请王爷下令缉拿这妖女。继续。王爷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呀！这会害了玉峰的命啊，王爷！哼，这位太医，九王爷能在太医院众多太医中挑选你来坐镇，一定是你医术过人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你也是浪得虚名。既然连毒气攻心晕过去，还是被吓晕过去都分辨不清，实属庸医。玉宇，是王爷。王爷，玉峰没有毒发的征兆，体内真气很稳定，应该是被吓坏了。刹那间，跪在地上的陆太医身子瑟瑟发抖，赶紧请罪。只见那些毒蛇竟然开始攻击玉峰，一口一口的咬在他的皮肤上。这时，昏迷的玉峰突然睁开眼。玉峰体内的灵力一瞬间暴走，就在玉峰低吼出声的时候，他手里的金针飞转了起来，眨眼间11根金针就刺入了不同的穴道。鬼门13针，妃子笑竟然会失传已久的鬼门13针。可司徒寒却知道，那些毒蛇相生相克，看似剧毒无比，实则没有任何的毒性。他虽医术高明，却不能解自身的毒。或许面前这个丞相之女会是他的救赎。那瘦弱的身体摇摇欲坠。这时司徒寒动了，他一个飞身落在妃子笑的身后，一股纯正的灵力输入他的体内。顿时妃子笑神清气爽，身体里充满了洪荒之力。多谢。话音落下，最后一针落下了。陆御医跪在地上，害怕的瑟瑟发抖。九王爷恕罪，臣眼拙。毒解了，妃子笑有条不紊地收拾他的医疗器材，见差不多了，这才让人把昏迷的玉峰从浴桶里捞出来。而此时浴桶里满是毒蛇的尸体，死了，都死透了，只需要休养几日，就会出现一个活蹦乱跳沙雕的玉峰了。九王爷，您需要把脉确定一下吗？她真的是丞相之女吗？九王爷，银货2器，出诊费1500两。玉宇，给妃小姐1万两银票。是，王爷。臣女谢过九王爷，无功不受禄。那臣女再赠九王爷一个小玩意儿吧，这香囊放在枕边，九王爷可小睡1个时辰。这妃小姐送九王爷礼物，这也太随便了吧。就当所有人以为九王爷会拒绝，不会收这香囊的时候，他竟然抓起香囊放在鼻尖嗅了嗅，味道还行。九王爷随身携带吧，有助于睡眠。好。这难道九王爷对妃小姐也有意思？先前铁树开花了，妃小姐就是我们未来的九王妃。暂且在九王府住下，明日本王带你进宫退亲。皇家亲事复杂，还得圣上点头。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侍卫匆匆地走到管家的身边，耳语几句。只见玉宇点了点头。王爷，五皇子求见，说是要来带走未婚妻，见吗？带进来吧。妃子笑，你敢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拒婚？你当皇家的婚姻是你想拒就能拒的？你现在跪下来求本皇子，还能看在妃丞相的面子上饶过你。不过正妃之位是不可能了，侍妾吧，花就要从后门进。这人贵为当今的五皇子，好歹身世地位学识都非同一般，可此刻怎么看怎么傻逼，怕是出门忘记吃药了吧？侍妾可能吗？既然已经悔婚了，五皇子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哼，妃子笑，别不识好歹啊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？丞相之女就无法无天了？惹毛了我，一样抄你马门。别以为你找九皇叔，他就能庇护你。皇家威严，不可挑衅。是吗？那五皇子，求求你了，赶紧去抄丞相家满门吧，指不定现在还能赌个正着，要不然妃家那些刁民都跑了。对了，五皇子，你的心上人妃子熙也是妃家人，你舍得杀他吗？司徒宇看着妃子笑全身满是杀戮，
要不是这是九王府，他早已提剑一刀杀了这女人。走，跟本皇子去丞相府，本皇子倒要看看飞丞相怎么给交代。五皇子就伸手粗暴地去抓妃子笑的手腕，这一瞬，九王爷眉头瞬间皱了起来，脸色阴沉，全身散发着强者的威压。五皇子，这是九王府，有什么事儿，您还是去皇宫找皇上做主吧。飞小姐是九王府的客人。九皇叔，你看上这女人了？她除了长得好看一点，其他一无是处，你千万别被她蒙蔽啊！这种女人不配成为九王妃，当侍妾都不行。太傅教你读书，就是教你说话这般轻浮无礼，成何体统？回去面壁思过3日，抄经书100遍。九皇叔，你可是本皇子的亲皇叔啊，你怎么能帮着这个女人说话呢？不，九皇叔，你已经被这个女人蒙蔽了，本皇子要找父皇做主。你解释一下，你和那谁，飞丞相的2女儿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滥情，会有婚礼上悔婚的事情吗？本皇子和妃子熙没有儿女私情，当日本皇子和她不过是探讨课业问题罢了，能有什么事情啊？五皇子和妹妹确实在房间床榻上探讨学术问题，是人体构造呢，还是欢愉之术？你！五皇子气急了，伸手一巴掌朝着妃子笑扇了过去。贱人，给本皇子闭嘴！五皇子，您还是回府面壁思过吧。王爷要是发起火来，谁也担待不起。行，本皇子进宫找父皇评理去，丞相府就等着被抄满门吧。九皇叔，你也等着给本皇子一个交代，不是本皇子和妃子熙有私情，而是九皇叔和这贱人早就暗度陈仓了吧？这五皇子真什么都敢说啊！这可是九王爷，就连当今圣上都得忌惮几分的人物，竟然这般的以下犯上。五皇子息怒啊！九王爷和妃小姐之间清清白白，五皇子还是谨言慎行的好。清白？那九皇叔手里的香囊，谁送的？哼，你们等着瞧！五皇子撂下了狠话，愤怒地离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去安顿玉峰的玉宇突然一脸的惊慌。九王爷，出事了，玉峰走火入魔了。哎呀，这五皇子一个大帽子扣下来，让妃子笑有点措手不及。现在后悔，追出去还来得及。但是司徒羽有无数侍妾，丞相府2姑娘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。你要是能做个贤妻，倒也是可以。妃子笑转头斜睨了一眼司徒寒，这是劝他呢，还是怎么的？成功把他劝退了。他可是现代人，有感情洁癖，接受不了这种种猪。九王爷，臣女的爱情观一直都是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，遇不到宁愿孑然一身。走吧，去看看玉峰。如果是嫁给九王爷，也要做贤妻，接纳九王爷无数侍妾和侧妃吗？费小姐胆子是真大，竟然敢当众调戏九王爷，这可是九王爷呀，不可一世不近女色的男人啊！完了，费小姐这下怕是要惹怒九王爷了。这不好说，嫁过来才知道。目前为止，本王没有纳妃的想法。听说九王爷不近女色，他是没有机会看到了。司徒还没接话，而是和妃子笑一同去了旁边的庭院。玉峰身上的剧毒明明已经解了，却走火入魔，是哪个环节出错了？只见玉峰盘腿坐在了床榻上，玉宇正在用内力给他梳理乱窜的真气，一股一股的黑烟从玉峰的头顶冒出来。不应该啊，剧毒明明已经解了，为什么会走火入魔？难道还有其他隐情？为了确定玉峰的毒已经解了，他再一次的伸手给他把脉。只是当妃子笑的手放在玉峰脉搏上的时候，站在一旁的九王爷脸色突然黑了下来。确定玉峰的毒真的解了，司徒寒冷着一张脸，让下人把妃子笑带到偏院去休息了。在去偏院的路上，妃子笑确定了一件事，他住的地方离九王爷住的正院只有1墙之隔，这样正好方便他爬墙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这女人不会武功，还妄想爬上九王爷的床榻，也是太天真了一点。哎，
你猜他进去多久会被王爷丢出来？多久？越界瞬间就会毙命。也是，王爷修为深不可测，岂会不知他到了院子？这女人呐，还真是不知死活。一个飞身接近妃子笑，准备把他丢出去。退下。九王爷这是？经过退婚和给玉峰解毒这事儿，司徒寒已经把妃子笑的性格摸了个清楚，所以他在等。果然，妃子笑没让他失望，来了。王爷，九王爷，你醒醒，没有反应，应该是昏迷了。防止司徒寒中途醒过来，妃子笑一根金针朝着他的昏睡穴刺过去。接下来他又给司徒寒针灸，给他解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最开始最难，要用阴阳五雷针，手起针落，手法异常的稳。当一大半的金针下去，司徒寒身体有了感觉，全身的寒气竟然慢慢的在往外释放，身体有那么一丝丝的暖意。怎么会？真的有用？完成了。一套针法下去，泄出了小部分的毒气。这套针法必须要进行3期21次，才能把体内残留的毒气逼出来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王爷，不用装了，睁开眼吧。司徒寒睁开了眼，直直地看着妃子笑。王爷，今晚您应该能睡个好觉了，臣女先告退了。哪知道他坐在床榻上的时间太久，又加上耗费了大量的精神力，身子虚，低血糖了。玉宇，是王爷。这女人真的投怀送抱了，爬上了九王爷的床榻，竟然还有呼吸，没有被九王爷一掌劈死，算他福大命大。就当玉宇准备伸手去把妃子笑从九王爷的身上抱开的时候，退下，滚！吓得玉宇也不纠结了，转身就跑，顷刻间就消失在了九王爷面前。他一个翻身，竟然鬼使神差般的把妃子笑抱到了他的床榻上。臣女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弟拜见皇上。贱人，你还有脸跟着来，真是不要脸！闭嘴！一个五皇子像泼妇骂街一样，成何体统？给朕滚下去！父皇，儿臣才是受伤那个人，现在儿臣就是天下的笑柄，文武百官指不定在背地里怎么议论呢。九皇叔和妃子笑早已经暗度陈仓了，现在闹得整个圣王朝都人尽皆知，儿臣的未婚妻和九皇叔有染，儿臣成为笑话是小事，可九皇叔丢尽了皇家脸面，这是大事啊！儿臣恳请父皇问罪九皇叔和妃子笑。放肆！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你当真眼睛瞎了还是耳朵聋了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些是什么？你是谁丢了皇家颜面？朕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皇子？气死朕了！滚回去面壁思过，九皇叔罚做什么，最好乖乖完成，要不然别怪朕加倍处罚。滚！皇上丢了一叠书信砸在司徒宇的脸上。父皇，儿臣错了，儿臣再也不敢了。是妃子西行勾引儿臣，朕身不由己，父皇明鉴呐！该死的，烂泥扶不上墙。五皇子被侍卫带下去了，远远的还能听到他的哭诉声。妃子笑，你先退下。是，皇上。御书房里只剩下皇上和九王爷的时候，老九，你和这丞相之女怎么回事啊？你难道不应该给朕一个解释吗？一时兴起，所以你带她回九王府，让她在你房间睡一晚，只是一时兴起，还是见色起意呀？老九，既然你对妃子笑无益，那朕就没什么顾虑了。妃子笑有损皇家颜面，打入地牢，择日问斩。朕再问你一遍，你真不打算保妃子笑？好歹人家和你有一段露水情缘呢，你当真要当负心汉？老九啊，你也不小了，你应当娶妻生子。要是父皇母妃还在世，见你不婚不娶，连个侍妾都没有，必定会大怒的。朕下旨把妃子笑给你当侧妃。臣弟无意，这妃子笑有损皇家颜面，皇上要治罪理所当然，臣弟不敢维护。要是没什么事，臣弟告退了。
司徒涵转身径直地离开了。怎么样，这婚退了吗？皇上是不是答应退婚了？这时宫里的侍卫冲上来，要把妃子笑押入大牢。九王爷这是过河拆桥，翻脸不认人了。臣女眼拙了，押下去。是王爷。妃子笑被打入了天牢，择日问斩。等王爷很久了。等本王，料定了本王会来。金针带来了吗？很晚了，早点开始吧。他这么通透吗？司徒涵把妃子笑的东西递了过去。妃子笑打开包袱，愣了一下，里面竟然还有御寒的厚衣服，还有点心。九王爷，您请坐。他端坐着，眼神却一直打在妃子笑的身上。御书房门口，你在伪装。皇上中毒了，看似和你身上的毒差不多，其实千差万别，只是医术一般的御医诊断不出来罢了。你身上的毒和皇上有关吧？臣女说错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开始吧。好，当今九王爷位高权重，在圣王朝的威望甚至盖过龙以上的那位，皇上难道就没有危机感，不害怕吗？据说九王爷杀伐果决，性格阴绝，能神不知鬼不觉长期给他投毒的人，恐怕天下间没有几个人。如果是皇上，那么一切都可以解释，但也是九王爷放纵的结果，要不然被下毒这种事儿绝对不会发生。不过看这样子，九王爷比谁都清楚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他明知道皇上给他投毒，却甘之若饴的中毒，又是为了什么？念及兄弟情谊。天牢里安静到了极点，不管是侍卫还是其他犯人都睡着了，只有妃子笑在聚精会神地给司徒涵针灸解毒。别动，不能晕淋淋，我没事，再坚持一下。一炷香过去了，终于完成了一套针法，冷汗已经打湿了妃子笑的衣衫。王爷，天牢阴暗潮湿，待久了身体寒气入体，影响治疗效果。妃子笑一语双关，让司徒涵赶紧离开，又提醒他早点把他从天牢里弄出去，时间久了他身体受影响，没办法给他针灸。走吧。妃子笑诧异地看着司徒涵坐在地上没动，哪知道下一刻司徒涵伸手把他从地上捞起来，直接飞身出了天牢，抱着他一路疾驰，直到落定到九王府司徒涵的卧室。御风，备水。是王爷。他要干嘛？打来一桶洗澡水，让我在他的房间沐浴？这算了，反正昨晚也睡了司徒涵的床榻，皇上都知道了，我还有什么声誉？这个时候故作姿态，倒是有几分白莲花了。他径直地朝着屏风后面走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房间里就传来稀里哗啦的水声，他这是自讨苦吃。当下赶紧运转灵力，几个周天以后身体轻盈多了。头发擦干净，桌上的姜茶喝了，去睡吧。好。一炷香后，头发还没有干透的迹象，把妃子笑的内心全部耗光了。这么下去，他多久才能睡觉啊？王爷，有剪子吗？绣娘用的剪子有吗？头发太长了，麻烦，想剪一下。过来，坐下吧。九王爷竟然用灵力在给妃子笑烘干头发，这也太宠了吧！妃子笑这才后知后觉，他和九王爷的关系好像有点暧昧。睡着了？这也能睡着？这又是妃子笑霸占他床榻的第二晚。小东西睡下去以后，司徒涵继续用灵力给他烘干头发，无奈又任劳任怨。天亮了，妃子笑醒过来，竟然躺在天牢的稻草上，不过那稻草好像比昨天的柔软干净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可怨恨九王爷无情无义，这般对待你？司徒义不敢明目张胆地让太医检查妃子笑手腕上的手工纱，只能这般试探。如果他真的和妃子笑发生了关系，那么他身上的毒应该解了，这才是皇上关注的重点。皇上明鉴，九王爷不过是看臣女可怜，怕把臣女留在婚礼上被人耻笑，才带回了九王府。在此之前，臣女和九王爷并没有任何的接触，更不可能有什么私情了。夜里臣女进九王爷的房间，
不过是恳请九王爷替臣女做主，臣女不想嫁给五皇子。妃子笑，欺君之罪，乃株连九族的大罪，朕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。皇上明鉴，臣女是被冤枉的，臣女和九王爷并没有私情，婚礼上当众悔婚，是发现五皇子和妹妹暗度陈仓，一时大怒之下才会做出过激的举动。皇上要怪罪，就怪罪臣女一人吧，臣女的所作所为和丞相府无关。得不到想要的答案，司徒也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怎样，看出端倪了吗？皇上，这妃子笑不像说谎的样子，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欺君呢。他和九王爷之间应该是清白的，倒是五皇子和妃子熙这事儿有点难办。过些日子那姑娘肚子大起来，流言蜚语怕是更盛了。孽子！该死的，身份卑微就是有这点不好，见谁都要下跪行礼。妃小姐，王爷让小的传话，不出3日必定让您出天牢。妃子笑看着丰盛的早餐，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妃小姐，妃丞相昨晚就连夜进宫请罪了，皇上没见他，据说今日皇上也没让妃丞相上朝，在家等消息呢。妃丞相对您挺上心的，一大早就去九王府求见王爷，希望王爷能救您。妃子笑眼底闪过了一丝诧异。妃小姐，王爷让小的问您，要见妃丞相吗？不见。这2天，妃子笑在天牢里的日子，并不是像所有人想象的那样暗无天日，深受酷刑，而是滋润到了极点。这日，妃子笑在天牢里废寝忘食地研究医术。妃子笑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丞相之女妃子笑品行端庄，恭谨端敏，现特赐婚于九王爷司徒涵，择日完婚，钦此。妃子笑想要回丞相府，只能等天亮，开宫门才行，所以他继续留在了天牢里，点着灯，废寝忘食地研究医书。即使司徒涵进了天牢，站在他面前，他也没有任何反应。司徒涵站了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，他竟然还是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。来很久了，衣服脱了吧。这妃小姐太豪放了吧，一来就让九王爷宽衣解带，这么主动的吗？啊，不对，不应该叫妃小姐，应该叫九王妃了。回去再说。1回生2回熟，司徒涵抱着妃子笑，又是飞回了九王府。皇上的圣旨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要是抗旨的话也行，咱们之间的约定不变。抗旨？悔婚？虽然这桩婚事是皇上为了试探王爷才赐婚的，我觉得还行。咱们里应外合，你解毒以后也能成功瞒过去。但是九王爷要是觉得不妥，也可以进宫让皇上收回成命。不用，就这样吧。不是你，也可能是别人。开始解毒吧。司徒涵解开了衣衫，躺在了床榻上，示意妃子笑可以针灸了。妃子笑点了点头，拿出金针，按照惯例就开始解毒。第3次5雷阴阳针完成以后，司徒涵失眠症应该好多了。妃子笑见此，也懒得回他的客房了，洗漱后就直接躺在了司徒涵的床榻上了。一人批阅各地信函，一人研究丹药师入门书籍，看着看着，妃子笑就睡着了。天亮后，司徒涵又把妃子笑送回了天牢。丞相府大厅，华夫人坐在了主位上。跪下！妃子笑，你可知罪？来人，拿家法来！姨娘这是在替爹娘教训我，我何错之有？皇上已经下旨无罪释放了，难道姨娘认为我有罪？姨娘是要反驳皇上的旨意？妃子笑，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？当日大婚，你不顾丞相府声誉和颜面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丞相府蒙羞，你该当何罪？今日，本夫人就要替丞相和去世的姐姐，好好教训你这个不孝女。来人，给本夫人把她按住！谁敢？夫人，你算是哪门子的夫人？苏月华，你不过是本小姐娘亲的陪嫁丫鬟罢了。
真把自己当丞相府的主子了。我娘难产时，把年幼的女儿托付给你照顾，你倒是好，照顾本小姐，把丞相也一起照顾了。不知廉耻的爬上丞相的床，真把自己当丞相府的夫人了。不过一个侍妾而已，看清楚，谁才是丞相府的主子。要是搞不清楚情况，老眼昏花，丞相府不留妻主的奴才。明日让伢子上门来领人，全部卖了。对了，苏侍妾，限你今日之内把我娘亲的嫁妆原封不动的还回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念旧情。丢下这句话，妃子笑回到了主院。小姐，小姐是你吗？小姐，小姐你回来了。他们说小姐被打入天牢了，是死刑，又怎么可能回来？我可怜的小姐。妃子笑搜罗了一下记忆，这个丫鬟叫小蝶，从小就陪在她身边，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小蝶，李小姐还没有死，你这就先哭上了，哭丧呢？情绪直接崩溃了，随后晕了过去。小姐你饿了，快吃了垫垫肚子吧。哼，小姐，厨房的饭菜还没做好，你先吃点馒头垫垫肚子。小蝶这就去厨房看看饭菜做好了没有，去给小姐拿回来。妃子笑起身，远远地跟在了小蝶身后，进了后厨。贱婢又来干什么？滚滚滚滚滚！这是丞相府的厨房，不是你家小姐一个人的小灶。都给了你几个馒头了，别不识好歹。再说了，你拿走了主子们吃什么？要是华夫人怪罪下来，谁担待得起啊？来人，把这贱婢给老娘丢出去！不要啊！张大娘，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给我一碗米饭吧。疼！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，是小蝶无能，没给小姐讨到吃的。小姐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哟，我还以为这是谁呢，原来是咱们丞相府的大小姐呀！怎么着，馒头不好吃，填不饱肚子，所以让丫鬟来讨饭呐。哎呦，傻子也知道饿肚子了呀！哎，来，你求我，求我就有饭吃。哈哈，傻子终于出院子了。听说这傻子被五皇子退婚送了回来，我就说嘛，五皇子怎么可能看上这傻子？果不其然，被退婚了吧？张大娘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家小姐可是丞相府的大小姐，丞相要是知道奴才欺负大小姐，肯定不会放过你。张大娘把那碗米饭往地上一倒。想什么呢？还丞相府的大小姐，狗屁大小姐，一个嫡出的小姐，混得比庶出的还差，也就只有你家小姐了。拿丞相威胁老娘，你还嫩了点儿。丞相朝务繁忙，怎么有时间管后院的事情？有华夫人在，你们还想翻了天了？地上的米饭看到了吗？跪下舔干净吧。